看嘛，这个问题怎么样，我就下来。那你也是。你们两个在讲什么？过来。我都觉得耳朵都歪了。你从哪里回来？我在外面买点菜呀，他们在吃晚饭了。可以，没有，我是来跟聊下你那个事情。聊啥？你还没告诉他，你没跟他讲过吧？你有跟他讲吗？我都跟你讲，没有跟他讲。没有跟他讲，没可能的，你们两夫妻，我没跟他。他本来压力就蛮大，他上班蛮忙。我昨天就跟你，我一直都跟你讲，你这个你这个想法就没好，晓得没有？你一个人，你一个女的，你想下你心里头能放好多事啊，一个人。有什么事要讲出来？昨天三嫂都那个讲，你还呀？可是你在外面听见好像没得什么。不是没想让你担心了，本来就已经那么累了，然后什么事情都还让你来分担的话，也会承受不住嘛。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陪你太少了？也没事吧，就是有时候我回来你又上班，然后你没上班的时候了，我又在下面上班，有时候又外出。确实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较少吧，所以你又那么辛苦，我就根本想让你就是还要为我担心吧，所以我就跟大伙讲，没有跟你讲，还又来跟你讲，又这么出个又讲。没讲这个东西没选的你知道吧？是没？反正有事情要解决，你没讲的。我一个人，就像我们那一边，我们没可能。也单独来解决这个事情，也反正你到最后还要让他晓得。我也晓得，就在去年的时候我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今年就是有点控制不住感觉就是像昨天晚上你们出去找我的时候啊，我都后面我回到房间我就想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我第二天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事情，我讲哎呦我怎么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行为就让大家都为我担心，我觉得自己心里面也没舒服，就是对大家吧，就大家也为我担心，然后你看我回来吧，都是我们两个单独住，我没回来的时候，周围人一个人在家，他也蛮孤单，如果我还跟他讲我怎么样不好，他会更加担心的。那现在怎么搞？就带你去医院看看，那怎么搞？看也是那个样子啊，上周不是才从广州回来，也是那个啊。他反正就是讲心病还是心药医，要靠自己调节。我也没晓得要怎么去调节，有时候受外界的影响太大了，就是前2年还没得这种感觉，这2年感觉，你讲压力大了也没算蛮大。你讲命运蛮悲惨，也没算是那种最悲惨的，就是有的时候有个事情触发到心里面那个痛点，就控制不住情绪。是不是碰到看到我就觉得更加没有。还是想要我多陪你点。肯定也是想要你多陪我点啊，但是我也晓得，就在医院上班吧，就是作为那种医护人员的家属，就等于就是跟军嫂差不多，就是比他们见面的时间要多一点。你讲你有手术要管病人，我又不能无理取闹的，那你们能够去上班，你要在家里面陪我，那是没可能做的事情，真的是。既然就是说我们两个当初都选择医学这条路上面，就是扶伤，虽然我们没得那个伟大。但是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我也很理解你，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干脆就没回家，我就都在乡下住，就免得回家又一个人都在这个空落落的家里面，就不想得更多。你怎么打算的？要改天我们一起带他到医院里头看啊，这样啊？你那个假真的没请了半天1天2天假过没有？
这么轻。哎，他这边又，反正有病人，你他想，手术都已经排到了哪天了嘞？手术要排到反正就是今天晚上今天就是懒得跳。手术，你知道吗？就白班、夜班，总共才3个人上班。出班，然后又白班、夜班，然后又出班，然如果我后出班的要走的话，时候又做就手术。我要走的话，如果我走的话，就是他们只有2个人上班，那根本就是他们那里一起不下课了。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你们那里，就可能你们对他了解。因为是我们对他了解，只是讲你这边确实没得时间陪他。但你们把在有你们的照顾，可能我还放心的。我就是尽量就是给看到他。那过2天就，我想带着他规定去看他，那没闲的，我搞。他3更半夜跑出去，我也没是故意跑出去。我晓得没故意啊。问题你那个有一辆回我们那里啊，睡得了觉啊，你一回跟我们都没敢睡啊，晚上。那我就过2天带他到桂林看他。看了，带他去看了，看我看我能不能够调个班还是什么，看那里再说。就是他是一个没善于言辞的人，你晓得吗？他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其实就是那个我才没想跟他讲，有的时候他就表达不出来，他就会放在心里面，有时候反而让别人看到他是对我漠不关心了。其实他是最为我着急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更不想让他为我担心，讲实话。因为我们俩那么一路走过来，但是我觉得你有些事你还真的要讲出来。你看他吧，每天都那么辛苦，有的时候莫讲我，他大半夜才回来，然后我看到他已经累得，已经很累了，很心疼他了哦，我都已经没忍心，就是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跟他分享。真的，在别个看来好像是他对我漠不关心，你看他这副表情，他就是在别个看来就是哎呀，周医生点都没关心求着，但是他心里面就是蛮着急，有时候会很自卑，他会觉得很自卑，就是觉得他做的没好，我才会变成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干脆没讲。这个是要好好沟通的，这个是。那我这几天就看他过2天吧，有时间我带他到桂林那个医院去看了。可以，你先带他去看一下，反正我这边也尽量调，让他调啊时间，什么时候有空，过2陪他出个走啊，可能好点。对，要多在那里陪。个旅游啊，离开这个环境啊，可能稍微好点。我看也差他，不多，到哪里都一样，我觉得你到哪里还是要回来啊，是吧？我们前面他们有蛮多人要我们出去，我还没敢出，我也没得时间。我看他过2天，如果他们还通知的话，就出去了。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没怕我到时候跟你出去就半夜又走了？我带你去体现一下你人生价值。哇，有什么价值？我们感觉现在是一个生活欺负。没有，就是那个了，要出去多走的话，到不同的环境，可能你在这个环境太压抑了，晓得吗？离开下这个环境，是没有？对，可能应该还是出个走也好。你想啊，你前段时间没是去厦门呐、跟那小六啊、亲妹妹啊，他们不是没事玩的很好啊，对哦，很开心，是没有？你要换个地方，我过2天啊，过2天如果他们还找我们，那我就接，没事就接，我去衡量啊，我们这个东西。卖东西吗？也没事，先看它嘛，我就先衡量下了，这东西我们可以做没有？就是可以做，我们出个做这个东西的同时，你知道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吗？然后呢，再出个走一走，就能过来。我现在目前的想法啊，
就是我也蛮想控制住我这种情绪，就是没让身边就是关心我的这些人，再因为我就是在为我担心啊。我晓得现在就是，你晓得吗？我跟他们家我也蛮没好意思，就是去家里面蛮没好意思，就是觉得他们都为我担心，哎呀，又怕我这个又怕我那个，我心里面也蛮过意不去。老妈那边呢，我也没想让她晓得，她一个人在家里面生活。所以我想的事情那就是不用说了，这个他也知道了。就后续的话就这样，好吧？慢慢来。你也不要老是用工作来麻木你自己。我知道你这段时间，这一年来我发现你有个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你以前累了我就睡或者我就休息。但这一年来，你就没是能好像是特意的找蛮多的事让你自己来做，你没发现吗？我就发现你现在好像有一些事你不要做，你也要去做，特意找很多的事来充实自己。但是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呢，你越是想可把它忘记，你就越忘不了。我就想多做点事情，然后让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然后就在做事的过程中，我就没有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你越想忘记它，就越忘不了。就像我当初忘记我那个恋人一样，忘记我那个初恋一样的。你越想忘记它，你就越忘不了它。我也痛苦3年过那个。还写了一首歌啊。还写了一首歌给他。真的，这个我跟你开玩笑啊，但是你真的是那样。你越想忘的事情，你越特意去做的事情，你越是做不了。就你越刻意，你越做不了。那你怎么想？然后看尽量都以后就尽量我抽点时间啊，多陪下你啊，多来看看你。那倒也没有，我是觉得或者什么时生活吧，候带你出去看啊。生活真的没有刻意，还是那个。现在关键是在我自己。哎呀，但是问题是现在看得像我们这些年轻人，相对也不是年轻人，中年人，天天都是为生活而奔波，有哪个会是这样？对呀。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80后，他娘的太难混了。你80后好吧？你们2个80后。对啊，我们至少我也是个90后。我们80后真的太难混了，真的。好吧，我会振作起来的。不过真的，你们也莫担心，我本来今天没让你跟小周来讲的，讲了以后他会难受，你晓得吗？你没讲，他是没想的那个事情，肯定要跟他说的这个事。是不是？你看他开始沉默，他一开始沉默，他心里面思想。我有个想法。每天睡觉之前把你先绑起来。哎，那么夸张，我又不是精神病。好啊，就这样啊，就这样。过2天我有时间呢，我就带他走。那在这里吃饭吧。我先回去啊。没有啊，你在这里吃饭。我要回去，我满天没看到我在的。